们在讲解 instance 的这部影片中，有讲到我们可以使用 instance.new 的函式来创建 Roblox 存在的 object。但这个办法仅限于最基础的东西，我们还是得在脚本中额外修饰这些被创建出来的 object 的属性，才能达到更好的视觉效果。但是，当你想要创建一个过于复杂的 object，例如游戏场景中的花草树木的模型，或是一个大型的建筑物这类结构非常复杂的 model，它们整体的结构是一大堆的 part，甚至还会牵扯到其他不同的 object。如果我们要在脚本中将这些 object 使用 instance.new 一个一个创建出来，还要在脚本中不断进行属性的调整，这实在是有点不太实际，太没有效率了。在今天的影片中，我将介绍你 clone 这个函式。这个函式呢，能够帮助我们直接完整复制一个已经制作好的 object。看完这部影片之后，你就再也不用烦恼该怎么生成复杂的 object 咯。Hello，大家好，我是克拉克。想要做 Roblox 游戏，却苦于英文能力和无法理解程式语言吗？在这个频道里，我将每个礼拜上传1到2支 Roblox Studio 的中文教学影片。不管是程式理论、游戏与功能实作，在这里你都能得到解答。现在立刻帮这部影片按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你就再也不会错过影片的更新哦。快点分享这个频道给你同样热爱 Roblox 的朋友知道吧。Clone 这个单字顾名思义就是克隆或是复制的意思。Clone 这个函数是隶属于 instance 这个 class 底下的，这就代表着所有 Roblox 存在的 object 都可以使用 Clone 这个函数。如果在这边你听不懂这段话是什么意思，那你肯定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对吧？赶快点右上角资讯卡去看或复习吧。这部影片呢只有9分钟，但能够让你学习到克拉克经常在影片中提到的 instance、class 和 object 的知识。让我们回到 clone 上面。clone 这个函数，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它会复制你指定的那个 object， 还有它的子孙们。这个 clone 的函数有一个和它息息相关的属性 archivable。archivable 同样是隶属于 instance 底下的，所以 Roblox 所有的 object 同样也会拥有这个属性。archivable 是一个布林值，它决定了这个 object 可不可以使用 clone 这个函数给复制出来。那现在我们就到脚本中实际使用 clone 这个函数吧。我们先在 Server Script Service 新增一个 script。现在我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 object。这边呢，我就到 Toolbox 拉一个比较复杂的房子的模型出来。它的名称有点长，那我现在就把它改名为 House。我们现在脚本中定义 Workspace 里面的 House。定义好之后，我们直接写 House 冒号使用函数 clone。等等，这样写当然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使用 clone 复制出来的 object， 它会是一个全新的 object，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一定要建立一个变数来储存这个 object， 所以我们补上 local new house 等于 clone 这个函数呢，其实跟 instance.new 很类似。这个被我们新复制出来的 object， 你必须告诉它要被放在哪里，也就是定义它的 parent 属性。现在我们将这个 new house 的 parent 属性定义到 Workspace 里面，我们按下 Run 进行测试。在这边，虽然你只有看到一栋房子，但实际上它只是因为我们没有重新定义这个 New House 要生成的位置，所以它和原本就在游戏中的这个 House 重叠了而已。但是这个逻辑很奇怪吧？既然我们在游戏场景中已经有了一个 house， 为什么还要再复制同一个 house 到同个位置里面呢？你问得非常好。我们在正常情况下使用 clone 这个函数的时候，都会先把你需要进行 clone 复制的 object 给存放在 replicated 的 storage 里面。等到真的需要用到的时候，我们再从脚本中把 object 从 replicated 的 storage 里面复制出来。现在我们将这个 house 的 model 给放在 replicated 的 storage 里面。现在游戏场景中的这个 house 不见了，所以我们要先在脚本里面 get service 取得 replicated 的 storage。之后我们的 house 变数呢要设定成 replicated 的 storage 冒号 wait for trial 找到 house， 我们按下 run 进行测试。
这样呢，就是一个 clone 正常的使用情境了。我们在前面呢有提到，每一个 object 呢都会有一个 archivable 的属性。现在我们将 replicated storage 里面的 house 这个 model 把它的 archivable 的属性给取消掉，也就是变为 false。现在我们重新按下 run， 这个 house 呢就不能被 clone 这个函数给复制了。Clone 这个函数当然也不限于3D 的模型，我们2D 范畴的 GUI 们当然也可以使用 Clone 这个函数。不过克拉克在这边就讲一个很多人会忽略的事情，我们在平时制作 GUI 的视窗的时候，都会先把 GUI 的视窗给放在 Start GUI 里面。不过，我们放在 Start GUI 里面的 GUI， 在玩家进入游戏的时候，都一定会生成到玩家的客户端里面。这就代表骇客可以随时随地把任何你放在 Start GUI 里面的视窗给开起来。在这边，你可能会想说，这又没什么。没错，这当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这是建立在这个 GUI 视窗是可以让玩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开起来的情况下的。我们假设说，你有一个玩家可以点击按钮传送到任何地方的视窗，但这个传送的视窗你把它设计给只有购买了传送功能 Game Pass 的玩家，你却又把这个视窗给放在 Start GUI 里面，这就代表骇客可以在没有购买 Game Pass 的情况下，开启这个视窗使用这个功能。这边克拉克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你有玩过 CS 或特战英豪吗？玩家们在开场购买武器的时候，都只能在自己家的重生区域打开商店的视窗进行购买。如果你将这个视窗同样放在 Start GUI 里面，也会是完全相同的情况。骇客可以随时随地把这个视窗打开来，尤其是这类游戏里，你还能购买护甲。试想一下，你跟别人对枪对到一半，发现对手的护甲永远都是满的，想想就崩溃。在我举的这2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把这些特定情况下才让玩家使用的 GUI 视窗给放在 replicated 的 storage 里面，等到玩家真的要用并且可以使用的时候，我们再使用 clone 的函数，将这些视窗复制到对应玩家的 player GUI 里面。不过这种方式呢，其实也只是一种预防外挂的小技巧。要真正完全预防外挂，我建议你还是要在伺服器的脚本中进行一些判定，例如判断玩家有没有购买传送的 Game Pass， 或者是判断玩家有没有站在重生区域内，这其实才是最好的解法。克拉克在这边就是告诉你一个你很有可能会忽略的小东西。关于 Clone 能讲的其实就这么多。我们身为一个专业的 Scripter， 当然要使用 Clone 来做一些更 Pro 的事情。我相信我有很多观众非常想制作一个商店清单或技能列表之类的功能。克拉克下个礼拜呢就会上传一部好久不见的实作影片，那么现在赶快帮这部影片按赞、订阅克拉克，并且开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每个礼拜的最新影片咯。那么这里是克拉克，我们下部影片见啦，拜拜。